嘿，今天玩玩具了吗？梦幻甲虫机人再一发，这次不会变成鸟，因为它是虫哦。本集来看看由万代出品的 Metal Build 龙鳞威尔宾纳之国禁卫骑士团长样式。登场于作品《圣战士丹拜因》，在原作完结之后，于杂志上连载的插画故事作品。当年原作在播放的时候，因为牵扯到一些大人的理由，导致原本延续世界观机设的后继机被硬生生的改成比较偏向鸟禽类的风格啦。之后，原机械设定的设计师才在杂志上发表了这台延续原本的世界观，原本是主角后继机的梦幻机体。威尔宾纳之国禁卫骑士团长样式，纳之国制作的超高性能灵光战士，原作主角后继机比尔拜因原本应该是要长这样。事实上，威尔宾的原始配色与比尔拜因最终战的夜间迷彩样式相仿哦。本款的禁卫骑士团长样式反而是逆向致敬比尔拜因初登场的配色啊。对照原作主角，最后被纳之国女王封为真圣战士，并且把比尔拜因托付给他，所以应该就暗示所谓的禁卫骑士团长就是主角吧。毕竟是梦幻机体，所以并没有太多的资讯，因此并没有明确设定表示与另一台梦幻灵光战士萨拜因谁比较强。在激战里面，两台是差不多强啦。延续上一款萨拜因有一点大的尺寸，本款依然高度有感哦，头顶高有21公分，合金完成品，但是重量不要太期待啦，大概就是这么重。其实原设定的配色是长这样哦，本款的配色则是后面才追加的禁卫骑士团长样式。原画的生物感相当强烈，而 MB 魔改的方向则是除了生物感之外，也掺杂了比尔拜因较为机械感的感觉在里面，并且增加了贵气细节，以符合所谓的禁卫骑士团长。当然身形的修整也比较明显啦，更加的高挑，也更强化了腿部尺寸，因此整体也相对提升不少饱满的感觉哦。红色主色采用2种不同的主色调，深红色的部分是消光涂装，亮面的红色采用多色层涂装，在光源底下会透出亮粉色的色泽哦，但这个要肉眼看比较清楚。白色是用乳白色，但是是珠光漆哦，用来降低整体的色阶。边缘的金色点缀也是用比较深色的金色来呈现，然后爪子采用的是不同的金色哦。银色部分也同样使用比较深色的涂装来维持一体性。虽然主色系是红白两色啦，不过整体呈现的感觉反而是比较稳重，而不会太过活泼。头部的造型比较扁平，加上提高了肩膀的位置，上半身的倒三角形变得更明显，所以强化了壮硕的视觉感。裙甲造型较为圆弧，加上比较宽的小腿，下半身看起来也有种中世纪十字军袍子的感觉，更加重了禁卫骑士设定的这个味道。背部的灵光推进器也更加复杂化啦，尤其中间巨大的推进器单元也刻意反其道而行，外形刻意加重了机械感。主要的背甲同样可以翻开哦，内部也同样有相当细致的构造呈现，但这次的外盖内侧就没有生物薄膜啦，机械感强烈的副翼可以展开，内侧的结构也是相当精致，不过相对单纯。半透明的零件羽翼是单片零件哦，这次的羽翼不可动啦，所以不会有断层感。头颈部跟萨拜因一样有互相联动的设计，不过这次整个设计大改哦，整体头部的可动性有显著的提升。另外，为了要极限的抬头啊，这次跟后面的平衡翼有联动哦，往上提之后，脖子就会很大幅度的往前延伸。躯干这次也是采用多段的复合设计哦，几乎所有动作都会跟身上的部件做联动，水平转动、左右倾倒、前后弯曲都有相当程度的幅度表现哦。不过最上端的前屈关节依然无法单独承受背后一堆大型零件的重量啊。手臂转起来没问题，斜方的银色装甲可动，根部连接后肩胛可以向外拉，肩膀装甲独立可动，可以翻开，水平抬举可以超过90度，上臂可以转动，下臂也可以转动，但有外形的妨碍要小心。手臂弯举是双动关节，幅度优异。手腕可以拉开，会多一段的可动关节。本款附有7对的替换手收。裙甲可以向外拉开，也可以转动，前后都可以掀开。大腿抬举，因为裙甲是在大腿上，所以妨碍很小，幅度可以很大。
水平抬举同样髋关节有联动造型，幅度不到90度，但够用啦。大腿转动范围因为外形所以有所限制，膝盖弯曲幅度虽然不到夸张，但够大啦。关节的联动造型也做得很完备，这次同样也有做一定程度的逆足弯曲哦，但两边的软管有点担心时间的摧残而损坏。小腿后侧的筋环可以上下调整，末端两侧的深红色零件有一定的程度可动，这次脚掌的可动都与小腿有联动，是很大的亮点。脚掌前后弯的时候，小腿肚的装甲会跟着动作，而左右接地的时候，小腿两侧的装甲也会跟着联动。后脚趾只有2段关节，弯折的时候同样会联动小腿肚的装甲哦。左右两指各有3节关节，弯折时也会联动两侧的装甲。前方最大脚趾同样是3节关节，虽然没有外形联动，但可以独立的左右摆动。本款在前一款萨拜因的基础下，在可动层面上更加强化了联动机构，让各部位在摆姿势的时候不但更加自然，同时外形的联动也有像是肌肉组织的感觉。在可动结构层面上，我认为本款是远远优于前一款萨拜因的哦。不过 MB 终究是 MB 啦，几经把玩后，关节的紧实度还是下降的非常快，尤其那个膝盖，我相当的担心。同样有重现驾驶舱的结构，开启方式也相同。最内层的半透明球体延续上一款很棒的额外设定，但这次改成绿色搭。不过也跟前一款一样，里面没有驾驶啊。手臂上的爪子以更加深沉的金色来呈现，与脚掌的3个爪子的颜色一致。不过这是2个爪子是不可动的哦，它不能打开。威尔宾的武装比较多，加长的两侧臂甲里面可以收纳2把短剑哦。短剑有配合整体的风格，除了造型之外，涂装上也没有马虎。灵光长剑步枪原设定并没有这项武装，算是 MB 版的逆设定，因为这个武装是原作最后采用的比尔半音才有的武装，毕竟是半原创啦，尺寸放大了非常多哦，长度跟外形都有很显著的改变。不过本款没有附属射击用的特效键，而且也没有可以装在背上的接点，明明那个接点就设计了2个呢。同样可以变成剑模式，但是把手是用替换式的，这边不做直接可变，感觉有点可惜。枪口移除之后，就能够接上附属的灵光剑特效啦，尺寸相当有感，几乎是跟枪身一样长，这点相当的意外。灵光剑的剑鞘不是萨拜因直接改色，相当值得拍拍手。整体造型也比较符合所谓禁卫军的感觉啦，同样漂亮，但就没有萨拜因那么的华丽啦。灵光剑本剑也是重新开模，没有沿用。与萨拜因的剑身比较华丽相反，威尔宾的剑柄比剑身来的华丽哦，间隔也有明显加重了皇室风的感觉。不过我手上这把涂装有一点不均就算了啦，那个剑身竟然是弯的。与本体结合的设定依然存在，左右两侧都有接点，但偏偏只有灵光剑可以装。同样要移除原本的外盖，换成展开的外盖，最后再把接点接上去。不过因为本款还是有维持一定的机械感啊，所以这边不够生物，我觉得可以给过。这次并没有附属灵光剑用的特效键，不过若有上一款萨拜因的话，特效键可以直接拿来套，没有问题。最后是地台支架，同样是 MB 系列的爱用款，地台有银色的印刷造型，展示空间很充裕的话可以使用哦。Metal Build 系列的圣战士，目前出了2只，都是属于梦幻机体，一个是700年后的大秘宝，一个则是不被厂商青睐的原设定，但2款都相当具有风格哦。在 MB 的重新诠释之下，不但强化了2者各自原本的特色，也更加分化了2者的整体氛围。本款在结构方面，我个人是相当喜欢，把玩就可以感受到制作组对结构所下的功夫，更加精进的联动设计，把玩时的惊呼感令我是印象深刻啊！尤其是脚爪还有小腿的部分，值得赞叹。唯独就是 MB 系列的缺点，关节不耐把玩这个问题对本款的影响也就比较大。毕竟本款就是着重在那精妙的联动结构啊，但软得快，爽度也就降得快啦。外形上的设计则是比较往皇家禁卫军的风格走。
对照沙白银身为白银秘宝的独特感，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沙白银一点。总之，本款仍旧维持了上一款沙白银高水准的表现，尤其在联动结构所下的苦心，也的确直接在把玩时能够感受到，只是软得太快，烦躁感也就油然而生，算是可惜啦。但依然相当值得入手啦，毕竟也是梦幻机体嘛。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